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留学一雪地同框大夏天，穿棉袄拍戏冷漠对视 ，CP 感拉满。您说这事儿奇不奇？大夏天正热的跟蒸笼似的，恨不得躲哪儿凉快哪儿去。可咱们荧幕上看着就让人觉得机灵讨喜的谭松韵啊，最近拍戏的路透照片传出来，那叫一个开心，乐得合不拢嘴。为啥呢？您可能想不到，她是在拍雪景。这大夏天拍雪景，听着就像是天方夜谭，可这在拍戏里头啊，那是常有的事儿。您想啊，一部剧故事可能跨越四季，或者剧情就设定在冬天，需要下雪，但拍摄档期赶上了夏天，总不能等半年再拍吧？那成本得多高啊！所以剧组就有他们自己的魔法，人工造雪。这雪啊，看着跟真的挺像，有的是用特殊的材料撒出来的，看着轻飘飘的，像雪花；有的是铺在地上，做成积雪的效果。这技术现在越来越成熟了，远看近看都能唬住人。可别看画面里是白茫茫一片，演员们可就遭罪了。外面30多度甚至更高，他们的穿着厚厚的冬装、棉袄、大氅什么的，在雪地里头摸爬滚打，眼哭眼笑。那汗啊，肯定是哗哗的流，里头衣服都能湿透。想想都替他们觉得热。按理说，这种时候，演员们应该挺辛苦的，甚至有点抱怨吧。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回谭松韵的路透里，她竟然表现得特别开心，眉开眼笑的，就像原文里说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开心与兴奋，嘴角一直上扬，根本压不下来。这大伙就纳闷儿了，这么热的天，穿着厚衣服，拍这种反季节的戏，咋还能这么乐呢？其实啊，这背后也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对于演员来说，拍戏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热爱。能看到剧组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这么费心的布置场景，用各种技术去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体验。这种新奇的体验，可能让他觉得挺有趣的。再说了，这人工造的雪景虽然热，但视觉上总归是带来一丝凉意的，就像心理作用一样。而且能把这么难拍的戏份顺利完成，那种职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能让人心情愉悦。这说明咱们国内现在的影视制作水平啊，为了一个镜头，为了一个场景，那是真下力气，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演员们呢，也都很敬业，再苦再累，为了呈现角色，为了配合剧组，都能克服。谭松韵这种表现，也体现了她挺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能从辛苦的工作中找到乐趣。说到谭松韵，原文里提到了她刚刚过完35岁的生日。可您瞧瞧她在新剧《兰香如故》里头的状态，演起那种年轻俏皮的小丫鬟，那是真的一点儿也不费劲。皮肤状态好，眼睛水灵灵的，看着就觉得特别讨喜，特别有灵气。这可不是光靠长的显嫩就能行的，更重要的是她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还有她的演技。她能迅速抓住角色的感觉，把那种少女的活泼、可爱、机灵劲儿演出来，让观众觉得这个角色就是她，一点没有装嫩的痕迹。这在咱们国内演员里头啊，能像她这样，到了这个年纪，还能这么自然地演比自己小不少的角色，而且演得让人信服，让人喜欢，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说明她平时对自己的管理很到位，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的表演功力，都没放松。而且这也反映出市场对她的认可度很高，观众喜欢看她演这样的角色。这部《兰香如故》呢，据说是一部大女主戏。啥是大女主戏？简单说，就是整部剧的故事啊，主要围绕着女主角展开，她才是故事的核心人物，
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力量。男主角或者其他角色，很多时候是服务于女主角的成长和故事线的。既然是这样，那理所当然的，剧组放出来的很多路透照片或者视频，主角光环肯定都在谭松韵身上。您瞧瞧那些宣传资料啊，很多都是她一个人的镜头，或者她和其他女性角色的对手戏。这也很正常，因为她是大女主嘛，是这部剧最大的卖点之一。可是啊，这就让另一波人给急坏了。这波人是谁呢？就是咱们常说的 CP 粉。CP 粉啊，就是喜欢把剧里看着顺眼的男角色和女角色凑成一对儿的粉丝。他们看剧很大一部分乐趣就来自于看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看他们怎么从陌生到熟悉，怎么产生感情，怎么撒糖发甜。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想看磕 CP。这谭松韵和这部剧的男主角刘学义啊，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很多粉丝看了这个组合，觉得挺有感觉的，觉得他们俩站一块儿应该会有那种 CP 感，就是那种情侣之间或者暧昧期人物之间的火花。但这剧是大女主戏吗？加上前期拍摄可能主要集中在女主角个人的戏份上，所以男女主角同框的路透就特别少。这可把那些想看他们俩互动，想提前感受一下 CP 感的粉丝们给急得团团转，心心念念就盼着他们能一起出现。那种感觉就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就想看看他俩站一块儿是啥样，有没有那种甜甜或者虐虐的氛围。这在咱们现在的追剧文化里头啊， CP 感可是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一部剧有没有话题度，能不能吸引大家讨论，很大程度上就看主角的 CP 能不能立住，能不能让观众嗑起来。所以 CP 粉们这种急切的心情，那真是太能理解了。就在大家伙都快等不及的时候，最新的路透可算是来了。这回谭松韵和男主角刘学义终于同框了。这消息一出来， CP 粉们可不得狂欢啊，赶紧点开图片或者视频，想看看这俩人第一次正式的路透同框是个啥画面。结果呢，画面是看到了，就像原文里描述的那样，谭松韵跪在雪地里，刘学义身姿挺拔，星眉朗目，十分俊美，但眼神十分冷漠。您瞧瞧这画面，信息量可大了。首先，一个跪着，一个站着，这姿势就说明此刻他们的关系或者所处的境地肯定不是那种甜甜蜜蜜、平等亲近的状态。可能女主角正处于某种困境，或者在向男主角请求什么，或者男主角对她正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再看看刘学义的眼神，原文里说了，十分冷漠。这眼神啊，直接就告诉咱们了，目前这两个人之间可还没产生啥爱情火花呢。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态度那是相当的疏远，甚至是冷冰冰的。这画面一出来，那些懂行的剧迷或者 CP 粉啊，心里头就有数了。这不就是很多国产剧里头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套路吗？先虐后甜，或者说的更接地气点，就是追妻火葬场的前奏。说白了，就是男主角一开始对女主角不怎么待见，甚至有点冷漠、刁难什么的，让女主角吃点苦头，这就是虐。结果呢，女主角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可爱、机灵，慢慢地打动了男主角那颗冰冷的心。等到男主角发现自己爱上女主角的时候，可能女主角已经不搭理他了，或者身边出现了别的追求者。这时候就轮到男主角开始苦苦追求了，各种放低姿态，各种宠溺，各种弥补，想把女主角追回来。这个过程因为比较艰辛，所以被戏称为火葬场。这次路透里谭松韵跪着，刘学义冷漠站着的画面，简直是把这个套路的第一步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大家面前。它预示着故事刚开始的时候，男女主角的关系可能并不愉快，
男主角可能对女主角带着偏见或者误解，但这也正是后续剧情引人入胜的地方。大家就期待着看女主角会怎么凭借自己的魅力，一步步融化男主角这座冰山，又期待着看男主角将来追妻的时候会是怎样一副打脸又深情的模样。这种反差萌啊，这种情感的转变过程，正是很多观众喜欢看的。所以啊，您看这一个简单的路透，背后包含的东西可不少。有剧组为了呈现更好的画面效果，在大夏天也不怕麻烦，人工造雪的努力；有演员谭松韵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状态，完美驾驭角色的能力；有现在电视剧类型和叙事上的一些流行趋势和套路，更有咱们观众，特别是 CP 粉们对角色情感线那种真情实感的投入和期待。这些点点滴滴加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剧在拍摄阶段就能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度。这说明咱们现在的影视行业啊，在制作上下功夫，在选角上考虑观众喜好，在营销上也懂怎么吊大家的胃口。一个路透就像是一扇小窗户，让咱们这些普通观众啊，也能窥探到一部剧从无到有的一些幕后故事和未来的精彩片段。